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这期咱来说一种大家绝对都很熟的海洋动物，是啥呢？就是生蚝。一说到这玩意儿，作为吃货的大家应该都听过是吧？先给大家来个小剧透，今天咱不但要搞明白这肥美的生蚝肚子里到底装了些啥，还要带大家看看让生蚝全年都能吃的科技玩活，最后还要揭开它拯救海洋生态的隐藏身份，是不是听着就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咱们就慢慢往下盘。话说回来，各个地方对它的叫法还真不太一样呢。现在平时下馆子一般都叫它生蚝，比如湛江生蚝乳山生蚝这都是从广东那边兴起来的叫法。要是你到了闽南或者台湾一带，人家一般管它叫鹅子，对，就是鹅子尖那个鹅子，其实读出来就像是估计就是从蚝这个字的音给变过去的。再往北走，到了咱们中国北方，那大家一般都管它叫海蛎子。大家平时上网冲浪，肯定刷到过一个热梗，说大连人说话那是自带一股浓浓的海蛎子味儿，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大连那旮瘩盛产这玩意儿吗？那么问题来了，生蚝和牡蛎、海蛎子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其实在水产市场里商贩们为了卖个好价钱，会把那种个头大、肉质特别肥厚的海蛎子单独挑出来，尊称一声生蚝。但要是从生物学这个严谨的角度来说，牡蛎这个词涵盖的范围可就大多了。你像那些能产珍珠的珍珠贝它们在分类上也属于牡蛎目，但你肯定不能把珍珠贝叫成生蚝是吧？所以简单来说呢，聊吃的时候咱就叫它生蚝，探讨生物学的时候叫牡蛎最准确。那么这玩意儿人类吃了多久了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历史可太悠久了。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老祖宗是怎么进化、怎么搬家的时候，就在非洲支角海边的人类遗址里挖出了好多吃剩的牡蛎壳，这大概距今得有125000年了。这到底是个啥情况呢？原来当年有一只人类从内陆溜达到海边，瞬间就被这辆大管饱的海味给迷住了。后来他们顺着海岸线一直走，走到哪吃到哪。可以说人类当年一到海边，对牡蛎那绝对是一见钟情啊。不过这也好理解，对原始人来说，这海滩上的生蚝简直就是大自然馈赠的高蛋白关键是这玩意儿好抓它们平时就长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潮间带，附在礁石上动也不动，你闭着眼睛去海边溜达一圈，随手就能捡一箩筐，这可比在深山老林里和野兽搏斗轻松太多了。所以这也是咱们老祖宗愿意顺着海边迁徙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呢，咱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也没少给牡蛎写文章。唐宋时期的古书里一般管它们叫蛎房或者蚝山，古人写的特别形象，说它们连在一起长得就像盖房子一样，堆积起来就像一座小山。这怎么回事呢？因为牡蛎这种生物特别喜欢抱团取暖，它们一生下来就得找个硬东西附着，最喜欢的就是趴在同类的外壳上。年深日久，这一层摞一层的，可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像在海底盖了楼房，堆了座小山一样吗？聊完历史，咱们再用吃货视角来盘点一下，这世界上都有哪些大名鼎鼎的生蚝。现在地球上已知的牡蛎有100多种，但真正在市场上能量大管饱，让大家敞开肚皮吃的，主要就是2大派系。第一大派系就是太平洋蚝，这绝对是生蚝界的扛把子占了全世界生蚝产量的90%以上，它老家就在咱们东亚沿海。在太平洋蚝这个大家族里呢，北方水冷的地方，比如乳山和大连，一般养的叫长牡蛎；南方水温高，像闽南台湾那边，主要养葡萄牙牡蛎。两广地区呢，就是香港牡蛎。这长牡蛎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往长了长，有的甚至能长到小半米长，简直离谱。而且它长得快又好养活，现在连欧洲、北美都在大面积养殖，连生蚝大国法国都引进了咱们的太平洋蚝。比如法国那个老贵的吉拉多生蚝，其实就是用太平洋蚝培育出来的。第二大派系呢，叫大西洋蚝，这是北美那边最赚钱的生蚝品种。和大平洋蚝不同，大西洋蚝不喜欢长个子，它喜欢往宽了长，长得圆润肥美，像个水滴。它的外壳也没那么深，比较扁平。除了这2大巨头，世界上还有个名气极大的狠角色，那就是法国的贝隆生蚝。这玩意儿号称是生蚝之王，它长得很扁，
有点像扇贝，所以也叫欧洲扁蚝。那么问题来了，这生蚝之王到底啥味儿呢？其实它的口味非常奇葩，带有一种很浓的金属味，这感觉怎么形容呢？差不多就跟咱们吃皮蛋似的，喜欢的人爱死，讨厌的人一口都咽不下去。而且这贝龙生蚝长得极其缓慢，养个4-5年才能拿出来卖，所以价格死贵死贵的。说了这么多好吃的，咱们接下来得硬核解剖一下了。平时咱们一口把生蚝吸溜进肚子里，那滑溜溜的一大坨到底都是些什么器官呢？吃也得吃个明白是吧？首先咱得把这硬壳打开，开生蚝可千万别用蛮力啊，你得戴上手套，拿一把专用的生蚝刀，把生蚝平的那面朝上按好，从它头部铰链那个缝隙里把刀插进去，左右扭一扭，把刀片伸进去，切断它的闭壳肌，这盖子自然就弹开了。打开盖子以后，重点来了，你看生蚝肉最外边那一圈薄薄的裙边，那叫外套膜。这可是个重要的建筑工人，它能分泌碳酸钙粘液来修补外壳。有时候你看着这圈裙边黑乎乎的，心里直犯嘀咕，其实那是人家自带的黑色素，完全干净，大家放心吃就好。再往里探，就是生蚝的鳃了。生蚝是个典型的滤食性动物，全靠鳃来过滤海水里的食物。水流进去以后，鳃里的粘液就会把海藻这些微小颗粒粘住。当然海水里还有脏东西啊，生蚝进食的时候会用唇须对这些颗粒进行分拣，能吃的咽下去，不能吃的直接吐出来。所以生蚝排泄物其实分2种，一种是吃进去消化完的真粪便，另一种是压根没进肚子的假粪便。有朋友吃生蚝的时候咬开发现肚子里有一包绿绿的甚至发黑的东西，哎呀，这难道是屎吗？别怕别怕，那其实是生蚝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海藻，营养丰富着呢，完全可以放心吃。以前总有人说生蚝的鳃和心脏不能吃，其实除了外壳，生蚝全身的肉都能吃，不用挑挑拣拣的。不过大家真要注意的是，到底能不能生吃？要想做刺身生吃，那必须得是水质极好的无菌生蚝，如果拿不准，咱还是老老实实蒜蓉烤着吃，安全第一嘛。接下来咱们聊点更神奇的，这生蚝的私生活那可是相当炸裂。你敢信吗？生蚝居然是可以变性的。一般生蚝刚出生的时候全都是男孩子，等他们长到2-3岁，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长得又肥又壮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变性的资本了，这时候他们就会发育成雌性，变成女孩子去产卵。所以你光看外表根本分不清生蚝是男是女。那怎么分辨呢？只能等他们生娃的时候看动作。生蚝是体外受精的，如果是雄性喷洒精子，那就像是在水里吐出了一缕青烟，连壳都不怎么动。但如果是雌性排卵，那阵仗就大了，它会像拍巴掌一样使劲开合外壳，把卵子给扇出来。受精卵几天后就会孵化出会游泳的小幼虫，这些小家伙在海里随波逐流几周后，就会闻着长辈们散发的化学信号，找个有同类的地方扎根，一旦住下，这辈子就不挪窝了。那么问题又来了，传统养殖有个大麻烦，到了夏天繁殖季，生蚝把营养全用来生娃了，自己饿得面黄肌瘦的，根本没法吃。西方还有个说法，说不带字母 R 的月份绝对不能吃生蚝，刚好就是5、6、7、8这几个夏天月份。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水温高，细菌多，加上生蚝在这个时候要返浆生娃，肉都萎缩了。为了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上大肥蚝，科学家们搞出了一套牛掰的科技狠活，他们利用基因技术把普通生蚝弄成了3倍体生蚝。这到底是个啥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让生蚝失去生育能力，这原理就跟咱们吃无籽西瓜一模一样。既然生不了娃，那生蚝就只能把精力全用来长肉了。这下好了，3倍体生蚝长得又大又肥，而且一年四季都能捞出来卖，简直是吃货的福音啊！而且这种3倍体生蚝还有个天大的好处，那就是能防止物种入侵。比如丹麦以前就闹过生蚝泛滥，连海滩都给毁了。有了这新技术，哪怕这养殖场的生蚝不小心跑到大海里，它们也生不出小生蚝，绝对破坏不了当地的生态平衡。最后咱们把视角拔高一点，平时大家吃生蚝总惦记着什么补锌啊、壮阳啊，这些有的没的，哎呀，这格局太小了。
其实生蚝这种不起眼的小生物，对整个地球的海洋生态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早在200年前，欧美海边的生蚝多得像石头一样，大家敞开肚皮吃，最后把生蚝吃得快绝种了。这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生蚝没了，海水怎么变得那么浑浊了？科学家一查才发现，一只成年生蚝每天竟然能过滤几百升的海水，这能力简直逆天了。一大片健康的生蚝礁，几天就能把整个海湾的水给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这些层层叠叠的生蚝礁，就像海底的原始森林，给小鱼、小虾、螃蟹提供了完美的避风港。不仅如此，这些长在海岸线上的生蚝礁还能像天然防波堤一样，抵挡海浪对陆地的冲击。所以说，生蚝简直就是海洋里的环保卫士啊！为了挽救生态，现在全球各地都在疯狂搞生蚝恢复计划。比如纽约就搞了个10亿牡蛎计划，准备往海里狂扔10亿只生蚝，还要把大家吃剩的生蚝壳回收起来，扔进海里给小生蚝当房子。你看，咱们多吃养殖生蚝，多回收生蚝壳，居然还能拯救地球生态，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关于生蚝的奇妙故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还算那么回事儿，别忘了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点个订阅啊，别下次想看找不着了。里面有更多硬核又好玩的生物故事等着大家，既能长知识，也是对我这个科普小老头最大的鼓励啊！咱们下期再见。